赵露思与陈伟霆携手主演的新剧《许我耀眼》刚开播便冲上热搜，女孩许妍怀揣着对青年才俊沈浩明的倾慕与爱意，一心想要与他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当第一次与沈浩明的父母见面这个重要时刻，许妍竟做出了一个大胆且惊险的决定，请来2个人假扮自己的父母。谢谢叔叔阿姨愿意把妍妍嫁给我，能够娶到她是我的幸运。他精心策划着每一个细节，试图用这虚假的表象蒙混过关。见面现场气氛看似融洽，实则暗流涌动。沈浩明的父母本就心思细腻，在交谈过程中逐渐对许妍父母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们不经意间聊起许妍父亲所在大学的事情，试图从这细微之处寻找破绽。许妍察觉到危机，内心虽紧张不已，但表面仍强装镇定。他提前给那2位假扮的父母做了大量功课，不仅带他们熟悉学校的位置，还让他们了解周边饭店的情况。面对沈浩明母亲对父亲身份的追问，许妍灵机一动，称父亲是研究人员，因工作性质特殊，相关信息难以查到。为了进一步坐实父亲是外国大学教师的身份，他甚至让假扮者模仿真正大学教师的签名，并在沈浩明父母面前成功签下了一模一样的名字。一番操作下来，众人一律赞消，打算前往院子继续商讨婚礼事宜。然而就在沈浩明的母亲和许妍单独走在路上时，局势急转直下。母亲面色凝重，直接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原来在吃饭时，他就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母亲给许妍加的鸡蛋，许妍一口未动。他深知若是亲生父母，不可能不清楚女儿的喜好。就在那一刻，他对许妍父母的真实身份起了疑心。许妍听闻心中一惊，但很快又镇定下来，无奈之下只能编造另一番说辞。他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的身世，称父母从小便离开他去了外国，自己一直跟着姥姥长大，基本没见过父母，也未曾感受到家人的关爱。这一次若不是因为结婚，父母根本不会回来。他表示自己是为了给对方留下好印象，才故意营造出家庭和谐的假象。沈浩明的母亲听后感同身受，她想起自己曾在沈浩明小时候出国打工，深知缺少家人陪伴的痛苦。就在这时，保姆前来有事相告，母亲安慰了许妍几句后便离开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妍刚松一口气，便接到了欢欢的电话。原来她从策划转变为活动主持人的申请又一次被驳回了。这对一直努力想要在事业上有所突破的许妍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这件事情还没有这么快下定论。到了晚上，许妍带着那2位父母来到酒店，她神色疲惫却仍强打精神，对他们说只要完成婚礼，任务就算完成。安排好父母后，许妍独自走进电梯，狭小的空间里，她终于卸下了伪装。用谎言构建的人生，我拼尽全力将它筑为堡垒，可是在沙滩上又怎么会有城堡？第二天，许妍如往常一样来到演播现场，她试图将昨晚的烦恼抛诸脑后，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然而现实却并未如她所愿。主持人孙思维姗姗来迟，一见到身为策划的许妍，便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他认为许妍只会在背后搞小动作，对许妍的工作能力百般质疑。他吐槽台词极度不通顺，抱怨请来的嘉宾一次比一次差，甚至对许妍提出的建议也充满敌意，觉得那是在挑战他的权威。你有那精力，还不如花心思怎么讨好我。这节目我说了算，我一句话就能滚蛋。许妍站在一旁，默默忍受着这一切。她心中委屈，却又无处诉说。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职场环境中，她努力想要证明自己，却总是遭遇各种阻碍。而感情方面，她用谎言编织的爱情之网，也不知何时会突然破裂。赵露思新剧刚一开播，便让人知道了什么才是职场的霸凌。许妍这位怀揣着梦想与热情的职场人，在公司的舞台上奋力拼搏。他答应来了。三木老师很有兴趣，说要看一下整个时间的那就是没有谈好了。然只因他未能请到公司心心念念想要邀请的人物，公司便立刻翻脸不认人，以他的节目收视率持续走低为借口，毫不留情地发出威胁，若是下次收视率继续下滑，便准备将他辞退。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狠狠地砸在许妍的心上。许妍虽满心疲惫与委屈回到家中，但她并未选择沉沦，于是她强打起精神，准备继续投入到工作中。就在这时，男友沈浩明的出现如同一束光照进了他略显灰暗的世界。沈浩明竟直接拿出了公司想要邀请的三木老师的联系方式，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工作安排？因为在你那边有我的信任。然而许妍敏锐地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
她立刻试图转移话题，问起男友对昨天自己父母的印象如何。可沈浩明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他觉得这与自己无关，在他心中，爱的人只有眼前的许言。在这美好的夜晚，二人深情拥吻，仿佛外界的一切纷扰都与他们无关。但他们之间的故事还得从半年前说起。那时身为策划的许言，为了能邀请更多的人参与自己的节目，可谓是绞尽脑汁，而沈浩明便是他目标名单中的一员。为了能见到心心念念的沈浩明，许言付出了多日的不懈努力，终于他以想要成为学徒的身份，获得了与沈浩明见面的机会。初次见面，许言便被安排了一个任务，修剪面前的龙舌兰。这对于许言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他不仅将龙舌兰的各种专业知识娓娓道来，还自信满满地说出自己修剪的方向是让龙舌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长。这一番独特的言论瞬间引起了沈浩明的注意。沈浩明不知不觉来到了许言面前，静静聆听他的谈论。许言越说越投入，眼神中闪烁着对职务和工作的热爱。他的每一句话都仿佛带着魔力，让沈浩明对这个女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沈浩明话锋一转，提到了许言的工作。明天来上班吧。不过你来我这儿，那你的工作怎么办，许小姐？原来他早已暗中调查了许言的身份，得知许言为了接近自己，竟学习了如此多的知识。刚刚的一番话更是让他刮目相看。不过沈浩明依旧态度坚决，不想接受任何形式的访问。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许言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著名的植物学家伊丁老师亲自制作的剪刀。这把剪刀不仅是一件珍贵的工具，更是许言诚意的象征。沈浩明这才发现，眼前这个女孩真的做足了功课。或许是被许言的真诚所打动，沈浩明也拿出了一份礼物回赠。许言满心期待地打开，发现竟是一瓶桂花蜂蜜。本以为这只是个意外的许言，却从沈浩明的口中听到了关于自己的事情。原来沈浩明关注到了他发在网上的文章，文章中许言表达了对外婆做的桂花酱的喜爱，于是沈浩明便送上了这瓶桂花蜂蜜。这份细心与体贴让许言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第二天，许言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然而职场的风云变幻从未停歇。刚一坐下，同事便不怀好意地凑了过来，又一次问起了有关沈浩明的事情。许言此刻还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只能无奈地应付着。同事的追问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好在同事离开后不久，许言接到了沈浩明的消息，让他来金达集团找他。这消息让许言的心情瞬间明亮起来，他精心打扮了一番，怀着期待的心情前往金达集团。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当许言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沈浩明时，意外却突然降临。由于连日的劳累加上感冒，他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刚一见到沈浩明，一阵眩晕感便袭来，他眼前一黑，竟直接晕倒在了沈浩明的身上。身为一名普通打工者的许言来到了沈浩明所在的公司，然而刚刚见到沈浩明的时候，许言便因连日的劳累与身体的不适，直接晕倒过去。当许言在医院缓缓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沈浩明那略显疲惫却满是关切的脸庞。原来是沈浩明亲自将他送到了医院，生怕许言有个三长两短。此刻看着正在处理消息的沈浩明，许言心中满是感动，他轻声说道，想让沈浩明先去忙自己的事情，不必一直守在他身边。是我把你叫出来的，我当然要负责到底了。等你退烧了，我还要接受你的采访。随后沈浩明更是贴心地为许言拿来了水，小心翼翼地将水递到他嘴边。注意到许言手上的伤口，他也找来创口贴为他贴上。在这温馨的氛围中，二人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如同春日里的花朵，逐渐绽放出恋人的芬芳。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职场中遭受过霸凌的许言，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又一次陷入被欺负的境地，而这次施压的竟是男友沈浩明的母亲于阿姨。这一天，许言出于礼貌来到于阿姨家中拜访，他小心翼翼地为于阿姨倒茶，还贴心地给他的朋友们让座。可于阿姨和他的朋友们却并未领情，不仅没有一句感谢，反而是一顿冷嘲热讽。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许言强忍着心中的委屈，默默承受着这一切。这时佣人前来更换水果和水壶，许言见状便主动上前帮忙。二人一同来到后厨，佣人看着许言，忍不住说道：“许言和其他人不太一样。”许言微微一愣，佣人接着又说：“头发这么毛躁，和其他人顺滑的头发差远了。”许言心中一阵酸涩，却只是勉强笑了笑。就在这时，于阿姨突然来到后厨，许言本以为她会留自己下来吃晚饭，没想到于阿姨却冷冷地说：“去会所把晚上需要的菜拿回来。”说完便又约许言周六上午二人见面好好聊聊。许言这才意识到自己与这个家庭之间有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回到公司上班的许言来到主任的办公室，将下一期的策划书交给了他。本想着尽快离开的他，却被主任拦了下来。昨天还嚷嚷着要开除许言的主任，此刻却换了一副面孔，他
他一脸诚恳地说，自己对他期望很高，让他先做节目策划是为了镀金，为以后当主持人做准备。许妍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可主任接下来的话却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刚刚燃起的火焰。原来这一次的主持人申请被驳回了。许妍为了这个美食节目付出了太多，他不仅自掏腰包，很多时候还要亲自参与节目的制作，从策划到执行，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可如今却换来这样的结果，他愤愤地离开了办公室，心中满是失落与不甘。就在这时，许妍接到了于阿姨打来的电话。吃饭的地点跟时间我都发你手机上。好的。许妍为了能够融入这个圈子，便自己前去花钱做了柔顺，希望以更好的形象出现在于阿姨面前。见面的时候，许妍本想着能和于阿姨好好吃顿饭，可没想到到了地方才发现还要等一个朋友。不一会儿，那位朋友来了，于阿姨便和这位朋友开始高谈阔论起来，从专业的金融知识到跨国生意，他们聊得热火朝天，完全忽略了许妍的存在。好不容易等那位朋友离开了，于阿姨才慢悠悠地说出了自己请许妍来的真实目的。虽然你的形象和学历都很优秀，工作也不错，但是你的家境不太好吧？他认为许妍面对所有的事情都不会生气，一次又一次地探索许妍的底线，觉得许妍过于隐忍，不适合自己的儿子。听到这些话，许妍的心中五味杂陈，她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她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被别人欺负，被骂是没有父母的野孩子。我是野孩子，我有爸爸妈妈在外国，在很远的地方。他只能默默忍受，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如今面对于阿姨的刁难，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助的童年。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他们从小教育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教养和风度是基本的礼貌。只是我没有想到，在您看来是胆怯和隐忍。冷静下来的许妍将近期遭遇的种种不愉快一股脑地归结到了于阿姨身上。在她心中，自己好不容易才寻得那个真正倾心的人，这份爱情她绝不可能因为于阿姨的刁难与阻挠就轻易选择放弃。时光悄然流转，在许妍的努力下，半年后的今天，事情已然发展到两家准备步入婚姻殿堂的地步。第二天的公司会议上，气氛凝重而热烈。公司老总沈府郑重地提出了新区的建设计划。更令人振奋的是，目前已经得到了最大公司世丰的资助意向。会议上，众人纷纷表达对这次合作的看好，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沈浩明却始终一言不发，眉头紧锁。会议结束后，沈浩明被父亲叫到了办公室，这时他才缓缓道出自己的顾虑。原来世丰新上任的郑董事长在处理事故时总是尽力掩盖真相，这种做法让沈浩明心生疑虑。而且郑董事长是空降而来，在公司内部根基尚浅，没有自己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更让他担忧的是，郑董事长带来的3个人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基于这些原因，沈浩明认为世丰公司内部必定暗藏矛盾，随时可能爆发。沈父听后沉思片刻，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觉得郑董事长能做到这个位置，绝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如此简单。建筑行业的水源比想象中要深，其中的复杂关系和利益纠葛不是轻易能看透的。最后，沈父语重心长地让沈浩明这段时间安安稳稳地度过，多去熟悉公司内部的事务，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另一边，三木老师成功与节目达成了合作，这其中不仅仅是因为沈浩明的牵线搭桥，更是因为许妍的真诚与负责。即便面对身处外国的三木老师，许妍也能做到及时回复消息，这种敬业精神让三木老师十分赞赏。于是二人约定下次和沈浩明一起吃饭。然而就在许妍满心期待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于阿姨的电话。喂，于阿姨，现在吗？我还有，没问题。你把地址发给我。电话那头于阿姨的声音不紧不慢，让许妍前往售楼处。许妍心中虽有疑惑，但还是匆匆赶了过去。当她到达售楼处时，才发现原来是于阿姨来为他们挑选结婚用的房子。许妍心中一紧，她知道于阿姨又准备开始测试她了。于阿姨看着许妍，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挑衅，让身为建筑世家出身的许妍给出选房建议。许妍强装镇定，装作仔细查看房子的样子，心里却早就乱成麻绳了。她深知自己的每一个建议都可能被于阿姨挑出毛病，成为攻击自己的把柄。就在事情即将被揭露，许妍感到无比窘迫的时候，沈浩明如同一束温暖的光出现在了她的身边。沈浩明轻轻握住许妍的手，给她一个安心的眼神，然后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尴尬。如果没什么事，我跟我女朋友约会去了啊。随后二人来到沈浩明的职务室内，这里绿意盎然，沈浩明亲自为许妍做套口。在温馨的氛围中，他向许妍说起自己喜欢龙舌兰的原因。在他眼中，龙舌兰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积蓄力量，一生只爆发一次，这种美好让他深深着迷。说着，沈浩明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手表送给许妍。他提到许妍为了争取成为主持人，付出了无数的努力，而此时的主持人却经常去自己妈妈那里告状，试图阻止许妍的发展。许妍听着沈浩明的话，
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眼前困难的担忧。但在这短暂的时光里，二人在植物室内享受着这份宁静与美好。第二天，许岩带着一条奢侈品的围巾，满心欢喜地前去送给婆婆于阿姨。她以为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能够得到于阿姨的认可，拉近彼此的距离。然而现实却再次给了她沉重的一击。于阿姨看着围巾，脸上没有一丝喜悦。虽然围巾的品质很好，但款式却根本不符合她的喜好。许岩看着于阿姨冷漠的表情，心中一阵失落。他这才深刻地意识到，要真正融入这个圈子，成为其中一员，是何等的艰难。为了能尽快融入那个看似光鲜却难以接近的富婆圈子，许岩绞尽脑汁，最终把目光投向了家中的女佣。他觉得从女佣这里或许能打开一条融入圈子的捷径。许岩拉着女佣一同前往超市，在超市的货架间穿梭时，女佣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不经意间说起曾经沈浩明也带过一个女朋友回家。可那个女孩在于阿姨的小圈子里并不讨喜，各种表现都没能入于阿姨的眼，最终被于阿姨毫不留情地否决了。许岩听着瞬间明白过来，于阿姨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接受自己，之前的种种不过是表面的敷衍。但他没有气馁，反而暗暗下定决心要主动出击，想尽办法融入这个圈子。第二天，许岩精心打扮后，和于阿姨等人来到了网球场。其实他对网球一窍不通，但为了能融入这个圈子，他还是硬着头皮来了。看着于阿姨他们在球场上挥洒自如，许岩只能在旁边干着急。不过他很会察言观色，在于阿姨他们休息的时候，主动跑过去帮他们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网球。这时于阿姨看着许岩，开口说起许岩家中的事情，语气中带着一丝审视。都是知识分子，在国外很多年了。他父亲在雪城大学当教授，但似乎也认可许岩家庭条件符合自己的要求。于阿姨的朋友在一旁观察着许岩捡球的举动，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觉得许岩是个有修养的人，各方面都很符合他们的眼光。然而就在气氛逐渐融洽的时候，一群朋友前来寒暄，各种奉承的话不绝于耳。大家沉浸在这虚假的热闹中，脸上都挂着虚伪的笑容。突然曲总的出现打破了这场闹剧，众人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目光瞬间都落在了曲总身上，然后匆匆围了上去，如同众星捧月一般。许岩站在一旁静静观察着这一切。他从美玲姐口中了解到，原来曲总是南山资本老总的妻子，众人这么追捧他，无非是希望能够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许岩心中一动，他知道如果能和曲总搭上关系，自己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必定会逐渐上升。经过一番打听后，许岩得知曲总喜欢昆曲，而且还要举办昆曲大赛，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许岩立刻来到舞房寻找曲总的身影。终于在舞蹈房中，他看到了正在练习昆曲的曲总。此时的曲总正被水袖花困扰，一次次地尝试，却始终没办法学会。许岩知道这是自己表现的好时机，他赶忙请来老师帮助自己学习水袖花。可老师告诉他，最快学会流水袖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1个月对于急于融入圈子的许岩来说太漫长了，但他没有退缩，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演播室，只要一有空闲时间，许岩就会练习。他的手臂因为长时间的挥动而酸痛不已，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终于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许岩成功学会了流水袖。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日复一日的坚持也让曲总注意到了他。曲总对这个勤奋又执着的女孩产生了兴趣，主动和许岩搭上了话。许岩心中暗喜，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初见成效。为了能在这个圈子里立足，许岩开始用谎言编织自己的周围。真好，谢谢。我听老师说你才开始学啊。我是小时候就喜欢，小时候就觉得好看，长大了才品出了其中的韵味，才来专门学一学。这时曲总说起自己发起了一场昆曲大赛，并邀请许岩也来参加。在舞蹈房中，许岩和曲总开始相互练习流水袖。许岩看着曲总认真的模样，心中暗自得意，觉得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然而就在这时，曲总接了一通电话，原来是他儿子关于入学来英国际学校的事情。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曲总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等电话结束后，许岩为了进一步拉近和曲总的关系，说起了自己是节目主持人的事情。我们打算邀请一些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女性来参与。抱歉，我还有别的事儿，先走了。可他没想到，这句话却让曲总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最终不欢而别。但许岩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思来想去，竟然直接找到了美玲姐。他向美玲姐说起曲总会参加自己的节目，还描绘了一幅如果节目能请来更多人，将会多么精彩的蓝图。他希望美玲姐能够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助自己请来更多的人，让节目更加火爆，也让自己在这个富婆圈子里站稳脚跟。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许岩深刻领悟到一个道理：只有拥有一定的资源，才能让他人真正重视自己。凭借着曲总的名声，许岩成功吸引了主任的重点关注。主任对许岩的能力和潜力有了新的认识，这为许岩后续的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持。许岩敏锐地察觉到节目转型的契机，他决定改变节目的方向，从原本邀请明星参与，转变为邀请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人。
他认为这样的转变不仅能提升节目的深度和内涵，还能为自己积累更广泛的人脉资源。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许岩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转主持人的申请，麻烦您再提交一次。我给你这个机会，放手做去吧。为了确保计划顺利实施，许岩早早地来到舞蹈房等待曲总。他深知曲总一开始并不想参加节目，但他早有准备。当他拿出精心准备的嘉宾名单时，曲总才恍然大悟，原来许岩举办的这次节目是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名单中不仅有莱茵国际学校的校董，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许岩心里清楚，对于这些富婆来说，结识有影响力的人并不难，但通过节目自然而然地成为朋友，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才是对他们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许岩趁热打铁，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计划。他表示会为曲总准备专门的昆曲展示节目，借助节目的影响力，将昆曲这一传统文化艺术更好地宣传出去。同时，他还主动提出可以亲自为曲总主持这次昆曲节目，展现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诚意。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条件，终于打动了曲总。曲总权衡利弊后，决定参加这次活动。活动当天，现场气氛热烈非凡。许岩凭借出色的主持能力，将整个活动流程安排得井井有条。节目大获成功，不仅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也让许岩在富婆圈中声名鹊起。从此，许岩凭借主持人的身份，拥有了邀请这些富婆上电视的权利。他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帮助富婆们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他们牵线搭桥，谈成合作。渐渐的，众人对许岩举办的这次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岩更是看准时机，以于阿姨的身份邀请其他2位客人前去节目做客。下一期的家宴节目，曲总还是会去的。不知道马阿姨、孟阿姨有没有时间？于阿姨说了，特意为2位留了名额。得到这个好消息的朋友们兴奋不已，立刻回去着手准备相关事宜。等到众人走后，于阿姨才意味深长地说起将人情推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她心里明白许岩这丫头不简单，开始对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的姑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节目的爆火给许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她不仅成功成为了主持人，还吸引了众多赞助商的目光。之前的赞助费用与现在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就在许岩信心满满地前往化妆间时，之前的主持人找上门来。这位主持人认为许岩抢走了自己主持人的位置，心中充满了怨恨。他怒火中烧，对着许岩就开始攻击，声称许岩是靠着富2代男朋友才走到今天的地位。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和闲言碎语，许岩根本不想争论，他深知无需过多解释，于是他匆匆离开了化妆间。他刚进来的时候，我明明记得说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婆。什么时候父母在国外了，还成高知家庭了？回到演播室后，许岩迅速处理好所有的事情，他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准备回家好好休息一下。然而当他路过电视时，意外地看见电视上正在播放新闻主持人的画面。从小就被新闻主持人吸引的他，在这一刻仿佛回到了童年，心中涌起一股熟悉而又温暖的感觉。他呆呆地站在电视前，眼神中透露出对新闻主持行业的向往和憧憬。直到男友前来打断他的思绪，准备带他回家，他才缓缓回过神来。第二天，在家中的众人一起看着电视中播出的新闻，原本大家都沉浸在新闻内容中，突然电视中的一个人引起了许岩的注意。你是山西人是吗？推动城市建设，提升道路狭窄，对，基础设施。那个大云县你去过没有？不仅拓宽了街道，还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并在整个商区的建筑外。我姥姥就是大云县云来村的。对了，叔叔，您去出差没有多玩2天？没有，我就是过去剪了个彩，来去匆匆嘛。许岩正沉浸在电视节目中，眼神漫不经心地扫过屏幕，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父亲出现在了电视画面里。那一刻，紧张感瞬间从他内心深处传来，心脏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他心里清楚自己一直隐藏的秘密，极有可能在这一刻被无情揭穿。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山西，许岩的真父母正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理发店。此时，父亲正一边熟练地为顾客烫着头发，一边和顾客闲聊。他脸上带着几分感慨，说起家中的情况。小女儿不在身边，平日里连个消息都很少，还是大女儿贴心，一直留在自己身边陪着。而且大女儿也快结婚了，女婿在银行工作，有着一份体面的职业。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他们口中的大女儿乔琳正在经历一场噩梦。乔琳遭受了别人的咸猪手，在愤怒和反抗之下，一番激烈的闹腾后，她和对方一同进了局子，直到男友匆匆赶来，才将乔琳从局子里接了出来。男友的父母得知此事后，顿时火冒三丈，他们觉得儿媳给自己丢了脸，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儿子见状，赶紧拿出了这次准备婚礼的各项费用清单，还说明份子钱会上交给父亲。可当话题转到酒桌安排时，母亲却不乐意了。她认为只摆20桌实在太少，根本不够气派。但儿子无奈地解释，银行有规定，员工不能参加20桌以上的宴席。母亲听后立刻将矛头指向了乔琳，阴阳怪气地说她败坏了自家的名声，很可能会影响儿子的工作。在这巨大的压力之下，乔琳感到无比委屈和绝望。我算好了，还剩下17866，
应该够咱们俩度蜜月的了。你自己度去吧。回到自己家中，乔林思来想去，决定联系上妹妹许妍。为了不让爸妈怀疑自己悔婚离开家中的事情，他编造了一个理由，打算以单位组织学习的名号去荆州出差。他心想，这样既能离开那个让他压抑的家，又能和妹妹见面，或许还能从妹妹那里得到一些安慰和支持。果然，第一次来到荆州的乔林，看着眼前繁华的公司大楼，心中充满了期待。他本想着给妹妹许妍一个惊喜，于是没有提前告知，就来到了许妍工作的地方。然而万万没想到，当许妍看到突然出现的姐姐时，脸上并没有惊喜，反而是一脸的惶恐。许妍心里清楚，自己一直隐藏的身份就像一层薄纱，随时可能被姐姐的出现捅破。她担心一旦身份暴露，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于是二人决定先前往许妍家中休息一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沈浩明突然前来。沈浩明是许妍身边的富二代，他的出现让许妍更加紧张。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许妍急中生智，这位是我是王表姐。他来找我。他让沈浩明暂时离开，然后带着所谓的表姐乔林先找个酒店住下。来到酒店后，乔林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许妍自从搭上了富二代，就忘记了自己家人的身份，变得如此陌生和冷漠。他忍不住对着许妍发起了脾气，指责她忘本。而许妍始终认为自己和爸妈没有任何关系，在他心里，那个家给他带来的只有痛苦和伤害。他冷冷地看着姐姐，随后便准备离开。在离开的时候，他还特意强调自己不姓乔，而是姓许，仿佛这样就能彻底和那个家划清界限。我姓许，许妍。然而看着姐姐独自一人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他还是有些担心。犹豫再三，他选择了转账1万给乔林，希望姐姐能在这个城市里过得稍微好一些。回家的路上，许妍的思绪飘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的她瘦小又怯弱，经常被一群孩子欺负。就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是乔林挺身而出，像一位勇敢的骑士一样保护着她。那一刻，乔林的身影在许妍心中无比高大，也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而此时在另一个地方，外婆正在和许妍的父母激烈的争吵着。原来许妍的父母为了能够生下一个男孩，结果把自己的身子弄坏了。更不幸的是，出生的许妍也因此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此次父母二人前来，是为了让许妍回去上小学。小小的许妍回到家中后，表现得异常懂事。咱们洗澡睡觉啊，走，妈带你洗澡去。妈妈，我会洗澡。成，咱们明天自个儿洗。那这样，把脏衣服脱下来，妈妈给你洗，好吗？妈妈，我会洗衣服。母亲如往常一样出门买菜，然而在离开的时候，她竟忘记关上煤气。这个小小的疏忽即将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家中的2个女儿乔林和许妍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悄然逼近。煤气的味道在空气中无声无息地弥漫开来。等到父亲回到家中，刚一打开门，一股刺鼻的气味便扑面而来。他瞬间意识到不对劲，他来不及多想，迅速冲进厨房关上煤气，然后手忙脚乱地打开窗户。此时他看到了昏迷在沙发上的大女儿乔林，没有丝毫犹豫，他一把抱起乔林就往屋外跑去。而就在他慌乱地安置好乔林，也就在这个时候，母亲买菜回来了。母亲这才如梦初醒，惊恐地意识到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女儿许妍。然而区别对待的阴影并未就此消散。在医院里，父母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乔林身上，他们围在乔林的病床前，眼神中满是担忧和关切，轻声细语地询问着她的状况，仿佛乔林是他们的全部。而许妍就躺在旁边的病床上，无人问津。她的生日，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重要的日子，父母也能轻易忘记。许妍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她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时光匆匆，许妍步入了高3这个关键的人生阶段。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契机，是通往未来的桥梁。然而对于许妍而言，这座桥梁却似乎被无情地截断了。父亲来到老师办公室，与老师商议着不让许妍参加高考的事情。许妍偶然间听到这个消息，她的世界瞬间崩塌。她不顾一切地冲进办公室，眼中满是愤怒和不甘，大声指责父亲的行为。在众人的注视下，父亲和许妍来到楼下。父亲看着情绪激动的女儿，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家里经济拮据，没有足够的钱供养2个大学生上学。在父亲的心中，姐姐乔林应该去上大学，改变家庭的命运，于是只能让许妍留在县城找工作。许妍听着父亲的话，心中的委屈如潮水般翻涌。她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父母偏心的事实。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都有这么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给乔林？我难道不是你们亲生的吗？
他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每一个字都饱含着他的痛苦和无奈。然而父亲却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只要将女儿抚养长大就已经尽到了责任。他看着女儿倔强的样子，心中的怒火也渐渐升腾起来。在情绪的冲动下，他忍不住扇了许妍一巴掌。这一巴掌狠狠地击在了许妍的心上，也彻底断绝了二人之间的父女情分。许妍哭着一路狂奔，回到了外婆的家中。外婆看到许妍满脸的泪水和红肿的脸颊，心疼不已，紧紧地将她抱住，给了她一个温暖而安全的港湾。许妍一路回想着以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那些被偏爱的瞬间。就在这时，沈浩明的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头，沈浩明的声音带着一丝神秘，邀请许妍来自己的工作室。许妍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了工作室。工作室里，一株已经有16年的龙舌兰吸引了许妍的目光。沈浩明告诉许妍，他觉得今晚很可能是这株龙舌兰开花的时刻。许妍静静地凝视着这株龙舌兰，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共鸣。龙舌兰一辈子都在默默地汲取养分，它扎根于土壤，努力生长，就是为了能在最后的时刻开出一朵绚烂的花。这境地让许妍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处境，她觉得自己和这株龙舌兰何其相似。此时的许妍又想到，龙舌兰开花是为了将自己花粉散去，遇到另一株龙舌兰，进而孵化出更多的生命。这是一种生命的传递，他们知道这会导致自己生命的消亡，但是为了以后的未来，他们毅然决然地决定献出生命。许妍看着沈浩明，心中涌起一股坚定的力量。他和沈浩明就如同这两株龙舌兰一样，如果他们相爱，那么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面临多少困难和挑战，他们都会坚定地在一起。仔细想一想，我就是有一点点后悔，后悔下个月才结婚，应该早一点把你娶回来。